好，我们今天接着来开倒车。这次要玩的国家是德国。德国有一条非常经典的倒车线，是这个神罗线啊。这条线大部分玩家应该都玩过吧，还是非常经典的。距离我上一次玩神罗线也过去3年多了。虽然游戏有了许多变化，但是它这个线路还是没有变啊。我们想要弄出这个神罗的决议，就得先反对一下希特勒，然后最快速度点到这个阴影下的盟约。点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这个英国参加这个宴会了。参加宴会的途中，把这个飞艇给它炸掉啊，我们就能让女皇上位了。在前几期视频里，我曾经说过，钢四这个游戏越往回倒越猛。但是我现在又要提出一些新的疑问了即使我玩了很久的历史游戏，但我也没怎么了解过这一段历史，所以我不是很清楚神罗这个抽象概念啊。在这期视频中，我要提出的一个疑问就是，为什么重建神罗这个决议是给了德国，而不是给奥地利？在我的印象之中，玩欧四的时候好像一直都是奥地利在当神罗皇帝啊，一直都是这个哈布斯堡在当啊，为什么最后反倒是让这个德国去重建了呢？虽然我想抢这个神罗皇帝也非常简单，只需要结盟几个选帝侯就行了，但是我不抢的时候就一直是奥地利，还是挺怪的。也许是按现在的版图来看，德国境内的选帝侯比较多吧。不过好像德国境内的这些所谓的王国都在一战之后全部消失了。如果往前多倒个几百年，成立神罗的决议应该给这个意大利才对啊。毕竟神罗刚开始的活动重心也是在这个意大利北部，德国这边可以算是一穷二白吧。我个人想到的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就是，奥地利在钢四里面只是一个合成材料啊，它不配获得这个神罗的决议。实在搞不懂批社为什么不给奥地利加点国策，他连瑞士都给了国策了，奥地利却没有给。看来这个奥地利只有当这个合成材料的命啊。感觉奥地利如果做这个倒车线的话，它的年统国策肯定会比这个波兰精彩的多。只能怪这个匈牙利出的太早了，一堆搞笑国策，纯浪费时间。好，废话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直接开启本期游戏。从理论上来说，德国的倒车线玩法应该是非常多的，因为我们前期可以不点这个国策啊，我们可以先把世界统一了再回来点，也是一样的。毕竟这个国策没有什么跳过的条件。正常我们德国想成立什么欧盟的话，都是先把欧盟吃到手，然后再反对小胡子。但是为了让这期更有一点点看头啊，我们还是先反对一下吧。关于德国的内战还是非常简单的，如果大家想偷懒，也可以选择优先正当化一手周边的国家，这样内战的时候小胡子就会被群殴，我们都不用动就能赢了。这次我们就玩一下最中规中矩的这个神罗线。当德国点了这个反对希特勒国策之后，其他国家的国策也会有相应的变化，可能就和原版的历史线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约等于玩的是一个非历史。开局还是老三样，德国的科技相较于其他国家先进一点，可以先把这个维修年给它拉出来，依然是简单粗暴的全铺军工。我们开局可能要打一会儿内战，所以军工先铺在左边。如果想让内战简单一点，我们可以先派部队去埃塞俄比亚训练一下，然后凑到5点经验，我们所有部队转成一炮师啊。这国策走的有点快啊，不过我还是勉强在国策点完之前凑到了5点经验值。一般来说一步师就够 AI 受的了，一炮师只是为了让 AI 彻底不能动。当然你要是嫌麻烦，全部删了也是一样的。好，很快就到了内战时刻啊，看一下我们能分到多少部队吧。开局我们是30个师，内战之后只分到了13个，这边再把部队全部转回去。
我们前期优势还是挺大的，最快速度集中到中部地区来，然后把这一段的德军给他打垮。内战的时候国策点不了，可以先把这边的工业或者军事国策都点了。感觉这个将领还行啊，全都是高手啊。玩的比较贪的话，可以在内战的时候开一个总动员，这个版本总动员还是无解啊。不得不说，这版本 AI 的补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，我好几次钻空子都没钻出去啊。这边提醒大家一下，在内战结束前最好还是开一个广泛征兵啊，不然待会儿就改不了了。接下来差不多拿下柏林就可以结束了，其他部队再都牵制一下，掩护大部队去抢柏林。这边还是让他过去了，那就先不打这一块啊，等他自己走了。这 AI 部队一直在到处调动，想要难住我，但是他自己核心点却没有守。
这样我们就能直接拿下柏林了。好，到这边我们就成功打完了内战，已经到了7月份，我们这个内战打了总共4个月啊，还是非常长的。这个内战把我们建筑都打坏了。这个决议选第2个的话，后面还有机会让法西斯重新上台啊。不过我们这边还是先拿稳定度吧。国策这边还没走完，我们走完之后立刻去点这个捍卫新国家。左边的工业线先不着急，它这个加速卡可以留着给后面的工业。这局如果选择加英国阵营的话，其实可以玩这个飞机的，但是我还是比较懒，飞机就先不碰，这个就有点逆天了。虽然我知道德国内战会进入一个非历史的故事线，但是英国怎么直接开始搞黑山军了？你这样的话，我待会儿怎么去开宴会呀？得加快一点速度了，赶紧先把这个加中立的安排上。帝王归来这个国策是找河南索要威廉2世，但我们走神罗线是不能让他回来的，所以这边我们是假装要一下。为了防止河南真的把人放回来，我们这边决定把所有部队全部删除，这样的话他看我们没部队就不放了。这边记得强化一下航空安全条例，不然这个飞艇会炸的。一定要让这个飞艇晚一点炸。我们没有部队，他就100%阻挠威廉2世回国了。因为我们强化了航空安全条例，这次新登堡号只是事故，并没有爆炸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接下来就能坐飞艇去英国了。看了一眼英国的黑色支持率已经这么高了，英国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首先恢复一下继承权，然后再改一下继承法现代化，这样的话女皇就能上位了。德国自带的坦克设计图还是挺不错的，不过我觉得还是更便宜点的比较好。我们先造一点机枪车玩玩。提前找英国改了一下关系，英国还是同意我们加入阵营了。这样的话我们评价就有100了，100评价的话接下来就可以点决议了。继承法现代化之后就有一个申请恢复在英爵衔，又要150的政治点，我之前把政治点都花掉了，有点尴尬，我们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国策了。接下来国策要点的话也是2个方向，一个就是去点工业线，把这12个民工拿到手，另一个就是赶紧把这些点掉，防止 AI 在我们面前吃地。虽然我们现在只有57个军工，但是已经非常多了，我已经好久没有玩过开局这么多军工的国家了。视频到这儿，想必大家已经看累了，我们短暂休息一会儿。这款按摩仪有2点深得我心，第一有用，酸了一按马上就缓解了，第二方便，可以走到哪带到哪，就是这长相有点丑，张牙舞爪的确实不好看，但是往身上一戴，开关一按还是非常舒服的，刚刚好贴住我的肩膀和脖子，而且还是这种仿人手抓捏的，累了的时候这么一按，疲劳分分钟就缓解了。说真的，有时候发个视频干素材配音剪辑一堆事，一天下来肩膀又酸又胀，特别不得劲，更别说脖子，低了这么久的头贼难受，所以现在有了它简直就是救我大命。不管干啥，只要肩膀酸了，穿上按摩仪，松紧带一扣就好了，玩手机看电脑都不影响。而且你看，一共6个按摩头，上面4个裹住脖子，下面2个提拉肩膀酸痛的地方，可轻可重，可快可慢，还有2档热敷，每次按个10分钟，肩膀直接轻一半，缓解酸痛的效果真的特别及时。我还试着按了一下其他地方，就是按腰得找个靠背垫着，不然会跑，按小腿肚倒是挺舒服的，可以一试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这个按摩仪性价比还是不错的，如果朋友们有颈肩困扰的，推荐来试一试，或者送给家里长辈用用，毕竟年纪大，颈肩问题确实会更严重。这个中文按键标注清楚，酸了痛了，开关一按就能用，比他们自己捏有用多了。总之，这台按摩仪推荐给受颈肩问题困扰的朋友们，大家有需要下单，优惠券放在评论区了，他们家支持31天免费试用，大家用满意了再留下，希望大家工作时候都有一个轻松的颈肩，远离颈肩酸痛。这个埃塞俄比亚被打到现在才投降啊，
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投降之后，英国人就直接进战争了。这个时间线越来越奇怪了，而且这个英国还爆了内战。他现在是要拉我去打内战吗？并没有啊，没有让我去打内战的话，那我就坐视不管了。因为莫斯利继承了原来的英国，所以我们关系居然还在啊。待会儿可能要让他给我授勋了。这个英国也是翻脸不认人，看我没有加他的战争，直接就把我踢出了阵营，越来越离谱了。看样子莫斯利很快就打赢了内战啊，没什么悬念。AI 打内战还是有一手的，但是这个地吃的就有点奇怪了，为什么会被意大利吃啊？那莫斯利这个内战岂不是白打了？这局游戏越来越奇怪了。我看了一眼地图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这个意大利是把英国全吃了呀？怎么非洲全变成他的了？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？这样下去怎么玩啊？看来我得先打意大利了呀，不把它解决掉，我们启动不了啊。虽然英国已经没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授勋的啊，申请恢复一下在英的爵衔。莫斯利接受了我们这个要求啊。为了能让威廉一家子整整齐齐，只留下一个路易斯公主，我们决定先让这个路易斯公主去做联络人啊，去联络一下这个莫斯利啊。虽然现在伦敦已经被意大利吃走了，不过我们新登堡号还是在伦敦焚毁了。皇室中唯一的幸存者是此前派去协助典礼筹备工作的维多利亚·路易斯公主。如此一来，继其祖母德国皇后维多利亚以及她的曾祖母维多利亚女皇之后，第三位名为维多利亚的公主成为了皇位的唯一继承人。因为这个伦敦在意大利手上，显然这次事故的始作俑者是意大利啊。我们为了为自己的亲人报仇，决定还是先打下意大利为主。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就变成了这个维多利亚·路易斯。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决议里面也多了这个复兴神圣罗马帝国。他这边要求我们的吃的地也不是特别多，主要也就是意大利这一块。可能意大利人也没搞明白，我不过是打一个埃塞俄比亚，怎么就把英国也给吃了？他不只吃了英国，他还吃到美洲去了。不过 AI 还是有一个坏毛病啊，就是吃地的时候不吃干净，导致这个英国还有一部分跑到天涯海角去了，应该是永远处于内战了。毕竟这个船全在这个英国手上。虽然我已经决定先打意大利了，但是中间还隔着一个奥地利啊。那我们先解决奥地利吧。真是愚蠢的法国人，我们只是想打一个奥地利，他这都要保读，英国都没了还搁这儿保读，自己 debuff 也没消，就是纯过来送菜的。又看了一下神罗的版图，这里面是有阿尔萨斯洛林的，不过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弗朗什孔泰啊？我记得这边是勃艮第啊，勃艮第也有这个神罗的非法领土啊。我的法理领土怎么少了一块啊？坏了，还让意大利玩起来了，他居然搞了个意大利联盟。看一下有多大，不是特别大的话那没什么问题。待会儿要连着南斯拉夫一块打了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拉奥地利啊？应该不会吧。这边法国又变成红色的了，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保读啊？是不是我晚一点正当化他就没法保读了？反正待会儿国策连着法国要一块打的都一样。不过他这个国策也挺抽象的，居然要我们从南部绕过马奇诺防线，这地方是人能绕的啊？不是更难打吗？只能说远古时代的国策还是没考虑到瑞士会加强啊。我还在想要不要淡泽换取保障的时候，发现波兰已经少了一半了，看来这局这边的国策是不用点了，已经彻底赶不上大伙吃地的速度了。
我现在突然有一点点怕这个法国加共产国际啊，毕竟他现在没有阵营的。如果我打奥地利把他弄进共产国际，那我这个仗是不是打不完了？先把部队派过去吧。所以说还是优先走幽火，其他的感觉不太好用。正当画好之后直接开冲啊！我们这个部队应该轻而易举吧？看一下法国人的反应。法国应该是进攻不了的，只要他不进共产国际都好说。奥地利的部队应该是没什么还手能力的，就我慢慢看了。快进到打法国，因为没有加阵营，这个奥地利我们就直接全吃了。打法国的策略还是很简单啊，我们主动把它放出来，然后包绕一下马奇诺。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正当化要的时间实在太长了，我等不起，所以直接放出来。法国部队居然主动进攻了，虽然我们反打它有概率能突破，但是先不急，我们先把这个部队埋伏好，埋伏他一手。所有部队往后拉，拉到这边就差不多了。法国部队出来的时候还有一点犹豫啊，居然还在回头，直接打他。虽然我们这局已经成功绕过了马奇诺，但是我发现法国好像把 debuff 给消了呀，那他就没这么容易投降了。这个就有一点点麻烦了，他这个时间也太巧了吧。那我们只能把整个法国都给他灭掉了。这边校长居然要我们去加阵营，我觉得大可不必啊。我们神罗和你聊不来啊。
我原本是想直接跑死法国的，但是法国部队实在太多了，就算我在这边包了他一坨，但后面还是有很多啊。那看样子我们只能划线平推了。而且刚刚操作的时候好像没有把海上的海运给禁了，导致补给有的时候很差，怪不得打得这么难受呢。现在差不多了，直接拿下法国吧。总的来说，这个 AI 还是挺喜欢玩赖的，他早不加晚不加，这时候加，纯恶心人是吧？我们这边8个吃应该是能挡得住的，但是就是不知道苏联会不会登陆了。先把船调回来抢一下制海吧。这个也太恶心了，虽然我能消灭法国本土的部队，但是我要守海岸呐，这个太折磨人了。